文在寅此次访问美国，与拜登相谈甚欢。美国取消了对韩国发展远程导弹射程和弹头重量的限制，未来将会在东亚调戏军备竞赛。韩国远程导弹对付中俄是不自量力，对付朝鲜又不需要增加导弹射程，最大的可能性就是瞄准日本。韩日都是美国的盟友，美国为何在日本人的背后捅刀呢？我们有请曹卫东老师为大家解读一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曹卫东。文在寅总统访问美国以后啊，就是这个韩美导弹指南就被废除了。那么我们先说这个导弹指南废除以后，那么对美韩两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整个地区的局势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因为韩国利用美国的技术，开始是研发了自己射程大约是100-200公里的导弹，但是被美国发现以后呢，就明确给他提出来，你发展的这种导弹必须要在就是美国的限定范围之内，就是你不能够自己独立的研发，能够打得更远的这种导弹。那么当时呢，就限定了韩国它的导弹不能超过，比如说200公里。然后呢，这个由于就是朝鲜呢在发展导弹，朝鲜的这个导弹的能力在提升，所以韩国就不断的向美国提出要求，说这个朝鲜呢对我的威胁太大，我也要发展一些或者购买一些相应的这些导弹。那么这个导弹指南或者说这个文件吧，就从对韩国发展200公里这个射程的导弹增加到300公里。300公里呢，又增加到500公里，因为韩国提出来说，如果我把这些导弹部署在我的前沿，那可能就被朝鲜给摧毁了，所以呢，我要把它往后部署。可是往后一部署呢，它覆盖朝鲜的这个面积就小了，所以呢，就是又向美国提出来500公里。那么这个弹头呢，因为你还有个弹头的重量呢，也是500公斤。再后来呢，就是因为它是不断的发展的嘛，不断的变化的嘛，最后达到了射程800公里。这样800公里就是你这个韩国把这样的导弹部署在自己的南端那么从导弹越过自己整个的国土，然后还可以覆盖住整个的朝鲜。所以这样一来呢，从它的这个射程上讲，对朝鲜的整个覆盖是没有问题的。再有一个这个弹头，他认为500公斤还不够，所以呢又向美国提出来，美国说好，那限制在1.5吨1.5吨1500公斤了，那就是提升了。当然这样的大的弹头那有一个射程的要求，就是你一般的不能超过，不能说达到800公里还是这个1.5吨那一般的是说500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但是这次文在寅在访问美国以后，韩美之间的这个导弹指南，也就是对它这个射程在800公里的这样的导弹的限制没有了，弹头在500公斤重也没有了。那理论上讲，就是韩国可以发展射程更远的，远到什么程度？那没有限制。那么这个弹头的重量多重？反正过去是1.5吨，现在也没有了。那这样一来，也就是说，这个韩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发展射程他认为是多少？比如说，洲际导弹可以打到这个上万公里，或者是说这个远程导弹打到这个8000公里，中短程的也可以打到500到5500公里。那它可以发展，弹头多重不受限制。那我们再看，为什么美国和韩国在这个时候就是要取消这个韩美的这个导弹指南呢？因为美国既然要让韩国发展这样导弹，它必然考虑到就是对朝鲜因为当事的主要是对朝鲜的直接威胁，必然会做出反应。这个就形成了韩朝之间的这个导弹的军备竞赛，因为朝鲜也在发展这个导弹，而且还要发展射程更远的导弹，因为他的目标是要能打到美国，因为他认为美国对他构成了威胁所以那韩国也发展这样导弹，那势必对朝鲜构成威胁。另外，他也可以说对日本构成了威胁，因为韩国是防着这个日本的
那这样一来呢，就在整个的东北亚地区展开了导弹的军备竞赛。那导弹的军备竞赛，我看日本或者是韩国，它都离不开美国，需要美国的支撑和美国的技术。那这样，美国就可以向他们出售技术，出售相应的这些设备。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些导弹引起了东北亚地区的这种军备的竞赛以后，这个美国可以坐收其成，因为它可以向日本、可以向韩国出售武器装备。那这样的话呢，这两个国家有了射程更远的这个导弹之后，对周边的国家也构成了威胁，就包括俄罗斯和中国。那么这样的话呢，就等于是美国的印太战略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因为这些国家无论是日本还是韩国，它是美国的军事盟国呀，所以它要听美国的呀。所以我认为美国就是现在同意就是销毁或者是说废止了这个韩美的这个导弹指南，也就是这种束缚以后，会给整个地区展开一个新一轮的军备竞赛，是强化美国的这种印太的战略。关于这个话题，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欢迎大家关注本栏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